半夜，楼上401用绳子绑着香熏我家窗户，我直接拍视频发到了业主群。202到烧香是供奉恶鬼的，一般鬼性越恶，香烧得越快。401，嘻嘻，被你发现了，那第一个吃你好不好呀？202住着一个邋里邋遢的眼镜男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他的话本来没人信，可401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，之前在群里都是发语音，这个回复太违和。我盯着窗外飞快燃烧的那一把香，心下不安，拨通了物业电话。物业电话没打通，业主群里303也发现不对劲，艾特物业王经理。303，王经理，你们派人去401看看呢，这六旬老太婆说，嘻嘻，实在吓人啊。501，就是，401一天都没来敲门骂我们，有点不对劲。501是2个刚工作的小姑娘租住的，401经常投诉他们动静太吵。很快，王经理在群里回复，今天他夜班，马上去401看看。202，正香敬佛神，倒香引恶鬼。202，倒烧香，3助鬼眼开，5助鬼心肠，7助鬼进食。香灭，我们都得死。我盯着窗外的香，数了数，7助。王经理，所有人，我刚刚上门确认，是401恶作剧，已经口头教育过了，请业主们切勿迷信，相信科学，祝您晚餐愉快。群里安静下来，那句祝您晚餐愉快让我更加不安起来，这都快半夜了，谁吃晚餐？虽然401那个老太太总找我麻烦，倒水浇我晒在窗外的被子，还偷我外卖，今天又绑着香对着我家窗户熏，但平时这老太太认错态度也好，给我换了被子，还将自己炖的肉补偿给我，所以我打算上楼看看情况。这时303给我私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似乎是对着门缝拍的，漆黑的楼道里只有安全出口标识的绿色光线。5分钟的视频都是这个画面。303，从王经理说上楼开始，我就趴在门口拍楼道了。我愣住了，王经理间隔5分钟回复的，而视频中电梯没运行，楼梯也没有声响，王经理根本没有上楼。我又给保安室打了电话，这次打通了，但电话那头只有滋啦滋啦的电流声。挂断电话，我才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群，群主是303，除了401和物业，其余入住的业主都在群里。303，我们这栋楼被锁上了，地下室的入口也被堵死了。图片，303了2张图，一张是1楼大厅被铁链锁死的图，玻璃门上还被涂上了红色的颜料，还有一张是401门口布满血迹的照片。303，我上楼看了，401门口都是血，老太太朝301窗口烧香，或许是在求救。302，太刺激了，记录下来肯定能火。这个小区是拆迁安置房，刚交房不久，我住的7号楼中只住了几户人家。我住在30万01千302，住着一对新婚小夫妻，整日捣鼓自媒体，想成为网红。303是位花臂大哥，脾气火爆。303，你们有病吧？命都不一定能保住。202@301，香快烧完了吧？倒烧香是用烧香人的寿命供奉恶鬼，1炷香3年命，401用21年寿命供奉恶鬼，7炷香烧完，恶鬼就要吃人了。202，门上画的是封印，我们被困在楼里，是献给恶鬼的祭品。303，你丫的是不是没脑子？狗屁倒烧香，老子已经报警了，10分钟警察就能赶到，各位别出门。我正看着群里的信息，头顶的灯灭了。602，我闺女正是关键时期，你们迷信也好，胡闹也罢，别拉闸呀，孩子高3，正在复习呢。602是一位妈妈和高3的女儿一起住的，很少在群里发言。303，突然断电，一定不要出门查看，大家先锁好门，等警察到。相比202说的什么倒烧香，我更相信303的判断。起身检查房门，正准备反锁时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202，倒烧香只有我能阻止，你让我进去。我从猫眼往外看，走廊应急灯亮起，眼镜男正缩着肩膀站在门口，一动不动。倒烧香的香灰不会掉落，还有绑香的绳子，定是用鲜血浸润的。你仔细看，你家窗台是不是只有血滴，没有香灰？202见我不说话，似乎有些着急，声音急躁起来，用肩膀撞我的房门。我快步走向窗边，打开手电筒，窗外的香只剩一小截，但燃烧过的香仍是完整的。绑着香的绳子嫣红，正往下滴着红色液体。群里302一直艾特我，让我多发点窗外烧香的视频。302，我们火了，不会少你的素材费，给你大红包。202，香应该烧完了吧？窗外香已经烧完了，红色的线正在缓慢往上升。我举着手机正想往上照，一张惨白的脸猛地掉下来，我吓得连连后退，跌坐在沙发上。回过神才发现，被红绳缠着的是401的瘫痪老头，他脖子上缠满了红绳，头朝下对着我的窗户，红绳拉扯，将他的脖子拽拉变形，尸体诡异极了。我不敢再看，将拍到的视频发到了群里。202，红绳缠尸，恶鬼进食，@301你快逃吧。303，@301来我家吧，3楼窗户没有防护网，杀人狂顺着绳子下来，你就跑不了了。
302，兄弟，你来我家吧，人多安全。门外敲门声再次响起，咚咚咚，我的太阳穴也跟着跳。窗外是尸体，门口是202那个疯子。602，你们半夜3更一直吵，那202说恶鬼是谁？在3楼到烧香，恶鬼住3楼吗？202，不一定，恶鬼到西厢，3楼往上都有可能，七炷香灭，恶鬼已经完成附身，你们都小心点吧。501， 202说的是真的，救命！303 @501，你怎么了？静谧的黑夜中，女人的尖叫声和慌张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我凑近猫眼，发现门外没了202的踪迹。这时，窗外传来声响，我转头，窗外老头尸体旁多了一个人。我哆哆嗦嗦打开手电筒，与眼球要蹦出的女人对上视线，缓了又缓，我将窗外的2具尸体拍照发群。501，我没事啊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嘻嘻。302，太刺激了。202，极品。恶鬼是501另外一个人。602，那个叫小茹的吧，整天穿着吊带裙，一看就不是正经姑娘。302，警察怎么还没来？这10分钟过得好慢哦。我仔细看了一下窗外的尸体，是群里501头像上的女孩。那么202所说的恶鬼就是501另一个叫小茹的长发女孩。印象里，小茹很瘦，厚重的刘海遮住了大半个脸，看起来有些阴沉沉的。我正思索着，303打来了视频通话，刚一接通，他就做了噤声手势，接着镜头翻转，我突然瞪大了双眼。视频里501房门大敞，被我们怀疑的小茹浑身缠满红线，被倒着吊在门口。接着镜头开始晃动，伴随着下楼的脚步声，直到303关上房门才开口说话。我怀疑是202干的。303有些慌张，手机光打在脸上，脸色惨白。之前我就经常看到202在楼里晃悠，401那个老太太最迷信，一定是她哄骗那老太太搞什么到烧香，迷惑吓唬我们，方便她行凶。你觉着呢？我觉着你也有可能是凶手，谁这个时候敢出门晃悠？只有凶手吧？但我不敢说，只含糊嗯了2声。302也有嫌疑，那对夫妻为了火也能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。咱们别在群里沟通了，凶手就在我们群里。通话挂断后，我才发现302给我私发了信息。302，不要相信303，我老婆刚刚打电话报警，接线员说之前没人报警。302，我们查看门口的摄像头，发现401昨天到过303家里。302发来的视频中，401先是站在我家门口一动不动站半天，接着又转身朝303走去。我在401转身的瞬间按了暂停，发现老太太似乎在哭。302，我怀疑都是303在搞鬼，趁着什么到烧香的事情，锁了楼，又让大家不出门，方便他杀人。302、303就是凶手。我没有回复，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电话接通，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电流声。接线员的声音有些模糊，抱歉，你所在区域因为施工造成拥堵和电路故障，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。群里602还在抱怨，说家里的台灯马上没电了，孩子没法复习。602 @301，你应该能看到凶手吧？2具尸体掉下来，你都没听到什么吗？我想起401老头掉下来那个瞬间，看到楼上窗户缩回去一只手臂。602是不是401老太太杀的？她不想照顾瘫痪的老伴，所以搞这么一出。202不可能，她烧了7炷香，活不了。我开始怀疑401老太太真的死了吗？202，我在501了，小茹已经死了，恶鬼不是她。202发了一张照片，小茹被红绳缠绕，正是303之前视频里的死状。202已经有3个祭品了，还差4个。接着501被踢出了群聊。602明显被吓到了，在群里发语音质问202怎么没事。602不是说第一个吃你的吗？你怎么还好好的？602是不是你搞的鬼？202如果是我，那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群里602没再回复。我想起602刚搬进来时，曾经找202看过他女儿的学业气运。当时202说他女儿考不上大学，还有牢狱之灾，602气得动了手，将202脸都挠破了。之后602又报警，说202搞封建迷信骗钱，导致202被拘留了几天。202出来后就越发神神叨叨了，整日拿着桃木剑在楼里乱窜，说我们7号楼里有邪祟。302，咱们一共有多少人在？不如我们聚集到一起，人多力量大。602，我们就娘俩在家。202，那你们去哪里集合？302在群里发的信息让我觉得有些违和。正想着，303给我私发了信息：302，不要在群里暴露家里人数，凶手在确认大家的位置和人数。303的意思是，凶手拿到401和501的手机，202嫌疑最大。即便303不提醒，我也不打算在群里回复。现在的情况，群里的任何人我都不敢轻易相信。楼道里又传来敲门声，这次敲的不是我家房门。
202X302，你们开门啊！202不是要聚在一起吗？我虽然瘦，但对付恶鬼我还是有方法的。群里没有回复，楼道里只剩202的敲门声。602，我们下楼了，地下室的入口根本没堵上。地下室入口没堵上？那303从开始就在撒谎。门外202的敲门声停止了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号码没有备注，我停了一会才按了接听。大哥，我是302，地下室入口是堵上的。电话那头是302那个男的。202是不是在我家门口？你帮我看看，我不敢回去。302声音有些慌张，喘气很粗。他说看到群里消息，就想带着媳妇从地下室逃走，结果入口是堵住的。602在撒谎，但202在他家门口，他俩不敢回来。我凑近猫眼，只能看到302门口有人站着，但看不清是谁。奇怪的是，那人并不是用手敲门，而是用脑袋一下下撞着门。我将情况如实告诉302，电话那头，我似乎听到女人的笑声，接着电话就挂断了。想到302电话里说的地下室入口是堵着的，那602又是什么情况？我在群里@602问他是不是还在地下室。602迟迟没有回复，303却分享了一个直播链接到群里。303@302，你们有病吧？为了火闹出这么多人命。打开直播，我看到302的脸因为兴奋而涨红，他举着手机对准电脑。家人们请下注，目前602两人，303一人，202一人，还有301应该也是一人。赌下一个死的是谁？嘿嘿嘿，别刷302房号，我和老婆安全的很，我们根本不在302，无论是凶手还是恶鬼，都找不到我们。302镜头里，他和妻子坐在电脑旁，屏幕上是302门口摄像头拍到的画面，302门口站着的正是低头撞门的202。我这才想起，302门口有摄像头，根本不用打电话让我确认202在不在。他那时给我打电话，只是为了告诉我602在群里说的是假的，又或者是他只想把谁搅浑，让直播更精彩。直播屏幕上大部分都在赌602，也有人赌202。直播间介绍写着恶鬼进食，谁是下一个幸运？对于303的质问，302显得很无所谓。302，怎么？你们搞出来的事情，我们还不能蹭点热度？302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401那个老太太经常去你家。@303 302还有301吃了很多次401老太太送的饭吧。302还有202收了401很多钱，我们都拍到了。302甩出一张张截图，有的是走廊偷拍的，有的是无人机从窗外拍的视频截图。图片不是很清晰，有一张是401老太太朝202手里放一后打钱。302，这什么倒烧香，都是你们搞出来的。我愣住了，401老太太给我送饭都是作妖后来道歉的，要么是她朝楼下扔垃圾，要么是浇花浇湿了我晒在外面的被子。可我还没在群里解释，303就跳了出来。303，你有病吧？我看那老太太可怜，便让她上我们棋牌室捡瓶子卖，她是上门感谢我的。602，人命啊，你竟然直播下注。302，人命，又不是我们杀的。602，你说什么地下室入口没堵上，难道不是想骗人下楼吗？302，我们不过是蹭个热度，倒烧香的不是我们，杀人的也不是我们。直播间里，302笑容贪婪，家人们快点下注，赌谁会先死，赌谁会先死。我似乎听302说过这句话，但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了。303再次给我发来了视频邀请，接通后，303的摄像头对着黑暗，302在门口装了摄像头，也有很多拍摄装备，他应该知道凶手是谁。303声音阴哑，今晚的事情带着诡异，但处处都是人为的痕迹，我们联手吧。303似乎在屋里来回走动，我戴着耳机，一直没说话。303那边安静了几秒，你怎么不说话？303的分析我都知道，他为什么一直联系我？因为只剩我一个看似正常的人了。果然，他语气开始暴躁。602那对母女不信我，202又是个疯子，302很可能是帮凶，只剩我俩了，我们必须联手。我直接挂断了通话，因为303视频中一闪而过的亮光，正是我家客厅里的夜光装饰画。他在我家客厅。通话挂断后，303又打了几次，直到602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401老太太跪在303面前，401那个瘫痪的老头浑身是血躺在地上。602@303，你装什么好人？401老头的腿就是你们棋牌室的人打断的。302，401老太太每次不是去感谢你的，是去交保护费的吧？602，都是你作恶，逼得那老太太搞什么倒烧香。要是真的恶鬼，怎么不吃了你？群里安静了一会，许久没有说话的202再次冒泡。202，恶鬼蔽日，只有凑齐7个祭品才有活路。602@202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什么恶鬼蔽日？我看外面灯火通明。302，你不对劲，外面根本没有任何光亮。
303，我们这栋楼似乎和外界隔绝了，真的是恶鬼蔽日吗？202，时间不多了，还差3个祭品。我愣住，怎么变成还差3个了？我仔细听外面动静，敲门声消失了。再点开302的直播间，监控画面里202跪在地上，身体呈现不正常的扭曲，像是被线绑着的木偶，动作僵硬。302夫妻更兴奋了，家人们，202已死，这一轮的最大赢家是逢考必过。下一轮开始，赌谁会先死。目前还剩3.130.03602，到烧7炷香会死7个祭品，还得死3个人，不如我们直接赌一把大的，赌这4人中谁能活下来。302的脸有些不正常的红晕，似乎处在一个偏密闭的环境里。这次直播间下注的人更多了。302是在外网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的，屏幕上还有不少外文飘过。这次那叫逢考必过的人赌302会死。302气住到烧香 BDO22的妻子轻轻抚摸着隆起的小腹，哎呀，怎么还有人赌我们俩呢？都说了，我们绝对安全。我慢慢思索，绝对安全。他们在这栋楼里，其余住户都还没入住，除非他们搞到钥匙，但也算不上绝对安全，除非他们知道这凶手或者恶鬼不会去哪里。303还在房间里找我，但我在501尸体掉落时就爬到了窗外，本想顺着管道爬到2楼再跳下去，但往下看竟是一片虚无的黑色，这让我不敢轻易往下跳。我想确认401那个老太太到底有没有死。虽然她不算是个和善的老太太，但302发来那个视频里她流泪的样子总让我心烦意乱。我顺着管道爬到401窗外，窗户是打开的，窗帘却是拉上的，但我不敢轻易进去，怕一扯开窗帘就看到一张恐怖的脸，所以便蹲在空调外机上。正犹豫着，我听到303开窗户的声音，不容多思，我直接爬进了401。401没有我想象中的血腥味，也没有突然扑过来的恶鬼。靠窗放着一张床，我踩着床进入室内。这张床上布满红绳，我举着手机看去，发现红绳一端连着床边的小桌子，桌上有几点光，像是燃着的香。打开手电筒，我才发现桌子上是一个小香炉，香炉里还燃着7炷香，红绳缠在香炉上，整个香炉都染上红色。401与我家布局一样，都是2室1厅，窗户正对的是客厅。我扫了一眼，客厅里没有异常，没有402老太太的尸体，也没什么破坏痕迹。我关上手电筒，慢慢朝房间走去。可还没等我推开主卧房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惊恐的声音。恶鬼是真的，老太婆死了。声音很熟悉，我想了一会，是302那男的。我翻出直播间，只有302门口监控画面，没有声音。屏幕上都是问主播去哪了，怎么不说话啊？想起302之前说的绝对安全，他俩跑401来了。房间有脚步声响起，里面的人似乎要出来。黑暗中，次卧的门缝也透出几丝光亮。我不敢耽误，躲进了窗边的床下。主卧门开了，果然是302那对夫妻。老公，老太婆怎么就死了呀？真的有恶鬼呀？还死得那么吓人，我都不敢拍视频。谁知道呢？这死老太婆一直傻笑，说什么孙子回来了，我把她关在房间里，也就这半小时不到的时间，怎么就成干尸了呀？302的声音里带着惊恐，他妻子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两人絮叨着走进了次卧。关门声传来，我慢慢爬出床底，小心翼翼推开了主卧的房间。虽然我很怕，但心底却有个声音在喊，去看看401老太太。我凑着手机屏幕的亮光慢慢看去，床铺很干净，老太太在地上趴着，准确来说是一具像是被吸干水分的尸体趴在床边，似乎想朝床头柜那边去。我目光朝床头柜看去，发现上面摆了一张合照，似乎是一家3口。我念叨了一声勿怪，迈过尸体，伸手拿起合照。照片上是笑着的401老太太和老头，俩人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，有些面熟。我低着脑袋想了又想，也没想起在哪里见过这人。手机再次亮起，是602在原来的业主群里发信息。602@401@501@202 302那对夫妻在401。602去杀他们啊！快去！401房门钥匙就放在门口花盆下。这女人明知道这3个账号对应的人都已经去世，也心知群里有那凶手或者恶鬼存在，特意暴露302的位置。果然，人心自私，为了能活下去，牺牲别人变成理所应当。302@602你胡说什么？302凶手有可能就躲在401，谁 TM 有病往401跑？302在群里嘴硬，但两人却慌张关了直播，还为了谁先出去吵了起来。我还怀着你孩子，万一那凶手就守在门口，我一出去就死了呀！302的妻子不愿意先出去，302也同样不想。我蹲在卧室里焦躁起来，他们不走，我怎么跑？手机又有消息，王经理，玩笑有度，请各位业主不要在群里发布容易引起恐慌的信息。602王经理，什么玩笑？有人死了呀！你们除了要物业费收殷勤，楼里有恶鬼杀人，你们躲哪里去了？
我以为王经理不会回复时，他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。王经理，我就在401门口。老公，物业的人来了，我们安全了。302妻子声音兴奋，可302还是不敢出门，让他妻子先出去。我趴在门边仔细听，他的妻子过了一会才说话：“出来吧，啥也没有，我们快走。”我刚准备起身开门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伴随着一声闷哼，重物倒地。接着凌乱的脚步声响起：“你杀了他，就不能杀我了？我帮你把他引出来的。”302妻子的声音慌乱无比，似乎在躲避谁的追逐。回应的是一阵笑声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。这是303的声音。再看群里消息，我意识到王经理怕早已没命了。手机落在了303手里，他从头到尾都在制造恐慌。我在主卧找可以防身的东西，到烧香是假，303行凶杀人是真。可这主卧着实干净，床上只放了一套被褥。我悄声打开衣橱，只放了一个盒子，手机靠近，我才发现竟是一个骨灰盒。还没等我看清骨灰盒上的名字，房门外就传来了剧烈的拍击声。救命啊，老太婆，我没有伤害你啊，求你让我进门。我刚才反锁了房门，302的妻子大概误会是401老太太诈尸了吧。303在门外，想到她的花臂和肌肉，我绝对不是她的对手。我想从窗外逃走，可401主卧的窗户是封死的。你别过来，这屋里老太太成干尸了，真的有恶鬼。302妻子的声音尖利刺耳。303似乎在笑，恶鬼？那我要好好谢谢这恶鬼了。要不是有这道烧香供奉恶鬼的由头，我还真不知道501那2具尸体怎么处理。是你杀的？302妻子的声音惶恐极了。是啊，我不过是想让他们陪我喝喝酒聊聊天，竟然敢拒绝老子，死了就老实多了，怎么折腾都行。303带着笑意的声音慢慢逼近。你会有报应的。302妻子的声音消失了，接着门外传来303的声音：找到你了，第7个祭品。303不知在用什么砍着房门，带着些恼怒的情绪：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我们联手，你也不必死，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？你瞧瞧你，多么好的证人啊，看到了倒烧香，也看到老头和那姑娘的尸体，为什么不和我联手呢？303杀疯了，房门已经被他砍开一个口子了。我惊慌后退，却撞到了床，湿湿的触感传来，床上的被子竟然浸透了水。我顾不上摇摇欲坠的房门，脑子里突然闪过401老太太给我送饭的场景。她端着白米饭掂了又掂，嘱咐我每天都要将被子放在窗外。然后呢？就在我捂着脑袋努力回想时，主卧房门被砸开了。303提着一把斧头站在我面前，血顺着斧头慢慢往下滴。我也在这一瞬间想起来了，桌头柜上合照里的年轻人正是我自己呀。衣橱里的是我的骨灰盒，这个房间是奶奶用来放我骨灰的房间，所以窗户封死了。我还记得这个拆迁房上访那天，我从单位赶回来帮爷爷奶奶办手续，结果路上遇到一个女生投河自杀，我慌忙去救她。等我游到她身边才发现她会游泳，我拽着她想往岸边游，可她却死命把我往下拖。我拼命挣扎，岸边有人路过，我努力求救，可那对小夫妻却举起手机：家人们，赌一下谁先死。后来我没了力气，有人扔了救生圈过来，却被那个女生推到一旁。那个女生最终被救上了岸，却哭着说我扯她的裙子。我想辩解，却睁不开眼。后来我魂魄飘飘荡荡，看到岸边围观的花臂大哥信誓旦旦说自己看到了，看到我借着救人的名义猥亵那个女生。花臂大哥的证词加上小夫妻拍的视频中，是我努力想将女生往岸边拉扯的时候。可谁能隔空救人啊？就这样，救人身亡的我被钉上了耻辱柱，成了猥亵落水女生的渣男。我一组的同事，2位刚毕业的实习生也跳出来说我职场性骚扰。拍视频的小夫妻借着视频热度大火，开启了直播。投河女生的妈妈对外说自己女儿得了抑郁症，又闹到我爷爷奶奶面前要求赔偿。那对母女又是闹自杀，又是要跳楼，硬生生将爷爷奶奶逼到不敢出门。我父母在我小时候就意外身亡，爷爷奶奶将我拉扯大，又遭受重击。我看着爷爷奶奶被人诋毁，也看着爷爷上门理论，结果被花臂大哥打断了腿，也看着奶奶以泪洗面，想再见见我，想让我开口辩解。结果呢，拆迁房被投河的母女讹去一套，奶奶的养老钱也被花臂大哥以保护费形式要去。剩下的钱，奶奶都给了一个戴着眼镜的道士，那人说用奶奶寿命可以让我复活。那道士又说，楼下301住的男子八字合适，让我奶奶将我骨灰掺杂在肉汤里送给301的男人吃。多可笑！我奶奶每日找301的麻烦，就为了将带有我骨灰的饭菜送给他吃。那道士疯疯癫癫，却真的成功了。我在301的身体里醒来，所有与我死亡相关的人也都被困在这栋楼里。那道士的样貌与202重合，302夫妻便是在岸边拍视频的人。501的2个姑娘正是冒出来说我职场性骚扰的2位实习生。303便是那位证明我猥亵落水女生的花臂大哥。
这样看来，还没露面的602便是落水的女生和她妈妈。世间种种，必有因果，事件相关的人竟然聚齐了。只是我并未伤人，也不想进食，反而是困在这里的这些人，因为各自利益制造恐慌，又互相伤害。但想起一切后，心底里的恨意急速增长。我要报仇，我要让303偿命。回过神来，发现303正恶狠狠盯着我。你挺会躲呀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疼太久的。303挥着斧头朝我砍来，我站在原地看着303逼近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说我在河里猥亵那个女生，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用哪只眼睛呢？眼睛要是看不清的话，便挖去吧。303先是吓得后退了几步，接着又挥着斧头。老子不管你是人是鬼，老子都砍了你！我听着窗外传来的警笛声，慢慢笑了起来。无论我是人是鬼，你都杀不了我。303被我激怒了，咆哮着朝我冲过来，却被地上奶奶的尸体绊了一跤。我抱起骨灰盒砸在他头上。这个301是无辜的，可那个疯癫倒是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清楚该怎么把身体还给他。在他身体里苏醒的我，也没有道士说的那么厉害，纯粹就是普通人，也没有什么超能力。好在我找回记忆后，困住这栋楼的诡异之物也消失了，楼里的时间流速也恢复了正常。不过杀红眼的303根本没意识到这些，他没注意窗外星星点点的路灯，也没听见越来越近的警笛声。他趴在地上，还在放狠话：你等老子起来，老子弄死你！我压在他背上，将奶奶的尸体抱到床上。奶奶一辈子爱干净，我帮她理了理头发，才转身盯着303。为什么杀我爷爷？303喘着粗气，哈哈哈，是你们给了我机会。我搞死501那2个女的，正愁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呢。你在群里发了道烧香视频，202那个傻子又冒出来说什么恶鬼进食，哈哈哈哈。那我不得把这事情做实了。杀人这个事情有经验后就简单多了。我想到303在群里发的消息，王经理也被你杀了。对呀，那个胖子上楼后，我就锁了大厅的门。我让你们不要出门，是更方便我进入401，杀了那个老头，吓唬群里的人。这老太太我可没杀，我就把她锁在这房间里而已。我摸着奶奶干枯的手，她大概是真的用寿命烧香，想让我回来。老子费老大劲才把老头和501的尸体处理好，结果那302竟然跑外网直播。还有202那个疯子一直缠着我，说我被恶鬼缠身，老子受不了，拧了他的脖子。303有些疯魔了，和我讲述他是怎么砍了302，又将302妻子肚里的孩子剖出。刚剖出来时候还动呢，哈哈哈！我估摸着时间，故意松开对303的压制。果然，他直接将我掀翻在地。趁着他拿斧头的功夫，我爬起来就跑。我引着303在走廊里狂奔，他挥着斧头在我身后追赶，直到看到警察出现，我才泄力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在医院，找护士要了一块小镜子，我仔细端详了一番。301这张脸我之前没见过，也不知道那道士是怎么忽悠他租住在奶奶家楼下的。醒来后，我又配合了几次警察问话，去掉恶鬼的部分，我将事情经过来回讲述。303见色起意，杀了501，又逼迫401搞倒烧香，随后让202配合着虐杀了楼里的住户，最后杀人灭口。警察也认可了我的说法，因为602那对母女的口供也差不多是这样的。而303因为袭警被当场击毙了。听病房里的人讨论，他眼部被打穿了。我出院后去找了602那对母女，我还没开口，那个女生就哆哆嗦嗦求我放过她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跳河吓唬我妈。她总让我学习学习学习，我实在学不进去。我不该撒谎，说你猥亵我。我愣住了，他们似乎极其怕我。女生的妈妈也一直在哭，说知道自己闺女会游泳。我们孤儿寡母也很可怜，就想你们家2套拆迁房，给我们1套也没什么。我们不该贪心的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他们似乎看到的不是301的脸，而是本来的我。我搞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，但不影响我发挥。所以我要求他们在网络澄清，也要联系之前采访过他们的媒体。2天时间，搬走，还有澄清事情。如果2天内没看到你们真正的忏悔，便成为我的食物吧。不得不说，心性本恶的人总是心存侥幸。第2天，我便被一个老道士堵住了。他在我面前又蹦又跳，我也想将身体还给301，索性站在原地等他做法。拐角处躲着602那对母女。那道士念念叨叨许久，对着我长叹了一口气：以寿供香，7香道烧，祭品7人，还魂7日。那老道士转头对着角落里的母女说：驱除不了，只有满足恶鬼心愿，才能逃过灾难。我好奇地问他：这身体原来的人呢？老道士捏了捏胡子，他命线已绝，但经这一遭，又白得数十年寿命。接着又陆续来了几个人，有在门口泼狗血的，也有拿着桃木剑乱戳的。最终我毫发无损，602母女越发害怕，连夜搬走了。网络时代，毁掉一个人很容易，澄清一件事也很容易。在我给出的2天时间里，602母女俩接受了一个新闻号的采访，又在视频上热榜后直播澄清。
本身7号楼死了这么多人，还有不少人散播带有灵异色彩的小道消息。这件事的热度还在，作为幸存者接受采访，却忏悔之前所做的错事。女生在镜头前痛哭流涕，坦白自己会游泳，只是想吓唬妈妈才假装溺水的。对不起，我怕大家谴责我，所以将救我的人按在水里。怕被网暴，所以编造对方猥亵我的谎言。我的妈妈想讹对方家人的房子，后来的抑郁症、自杀闹剧都是为了强占房子。网络上骂声一片，女生涉嫌故意伤人，也被带走调查。而当时在网上带节奏的302那对夫妻也被人扒出恶意剪辑。303的花臂大哥之前喝醉后的视频也被他好兄弟发到网上。视频中，花臂大哥打着酒嗝，我那天也在岸边，凭啥他救人成英雄了？老子成不了英雄，但能把英雄按在泥潭里。什么英雄？泥潭会让英雄销声匿迹。网上信息很多，很快有人将这件事的发展整理成一个帖子，分析7号楼那些人的死因。有人说是恶有恶报，也有人说是恶鬼复仇。602母女也体会到过街老鼠的日子了，每天缩在家里不敢出门。网友判官都说，投河女生已经年满18，故意伤人致死，岂不得10年往上，甚至有可能无期徒刑。大概是真的害怕了，投河女生再次站在了小区顶楼，要自杀。这次本就焦头烂额的妈妈没空哄她，小区也都是骂她的人，她再怎么闹也没人同情。她吞安眠药、割腕，站在高处一再作死，终于在判决下来那天溺死在家里的浴缸中。投河女生已满18岁，因为故意伤人致死，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。不过她已经死了。投河女生的妈妈疯了，见人就说自己闺女考上了大学，在外地上学呢。我只大概关注了一下，因为我忙着安葬爷爷和奶奶。我以301的身体安排了爷爷奶奶的身后事，跪在爷爷奶奶墓碑前，我哭着烧纸磕头。无风起旋，我看到爷爷奶奶对着我笑，接着我只觉身体轻盈起来，便又恢复飘飘荡荡的状态了。301好像也有这段时间的记忆，我看他先是疯狂往墓地外跑，又白着脸回来，对着奶奶的墓碑磕头，而后对着我的墓碑郑重道谢。英雄不会被泥潭困住，我可能无法成为英雄，但我会永远铭记英雄。